喂，您好，我是沈宇，我爸他今天加班了吗？哦，沈宇啊，你爸今天一天都没来上班。爸，你回来了。小雨，爸爸对不起你，让你失望了。爸爸遇到了些麻烦，得暂时躲起来，短时间内没办法回家。我知道你心中一定有很多疑问，但是我现在无法一一回答。如果你想再见到我，一定要按我说的去做，把关于我的痕迹、用的每一件东西、写下的每一个字全部清理掉。15天后，你去派出所报案，跟他们说我失踪了。如果这期间有警察来问你关于我的事情，就说我去外地出差。切记，一定要按我说的去做。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杀鸡。哎，你们别误会啊，我真的是杀鸡的，公鸡、母鸡都杀。从哪一年开始？好像是90年的，那个时候呢，我在养鸡场工作，后来养鸡场黄了，我就到私人的屠宰场工作，专门负责杀鸡，一直干到现在。手上伤怎么回事？烫的。怎么烫的？哦，自己不小心开水烫的。拿出来看看。啊，烫多长时间了？半年前吧。那个我没钱，我就没到医院去看。后来我就弄了点欢子油，涂了涂，抹一抹，嘿，居然好利索。不能啊，刚好利索。警官，你怎么来了？没事啊，不是为案子的事来的，我是想找您帮个忙。买鸡啊？我朋友开了一个网店，专门卖工装的，说让我帮着拍照片，我就找不到模特，突然想到了您，您的长相、身高、体重都非常合适，您愿意帮我这个忙吗？让我当模特，收钱吗？不收钱，这套工装还送给您。好。记得把黑的塑料袋套在脚上，怕鞋脏。哎。
对。您怎么也来了？没事，我就是买2只鸡。我给您调制好的。小雨怎么样？我那个邀请函漂不漂亮啊？我跟你讲的，我的这个仿真技术那是绝对的仿真。我知道了。行了，你别叨叨了，挂了吧。哎，你。那个，我是李医生让我来找您的。请问，您是沈医生吗？嗯。我们今天的整个治疗过程都会全程录影，这是我们心理治疗必要的一个过程。那我们现在开始了。别紧张，你放轻松，可以跟我说了。我杀人了，杀人了，我是杀人犯。你觉得你自己杀人了？前几天，我在一家药房门口，跟一个女的吵架了，她骂我，我就轻轻地推了她一下，不要动他！她就倒在了地上。碰瓷儿！派出所的人就来了，把我带回去问话，然后刑警队的人也来了。刑警？对，一个是个年轻小伙子，还有一个好像是他的什么领导，他们给我做了笔录。对，做完笔录以后呢，他们就让我走了。那警察让你走了，那说明你是无罪的。可是过2天他们又来找我了，2个人都来找我，他们就这么死死地盯着我看。我杀了他，我杀了他。其实你这是由于过度内疚而产生的幻觉，毕竟是你推了他。我这里会有一些心理治疗的方案，可以帮助你缓解这种情况。当然，前提就是你要必须完全的信任我，愿意让我去更多的了解你。好。袁叔叔，小雨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把饭盒落在办公室了，我去帮他拿下。快去吧。
姚伯伯，我来找2本书。哎，去吧去吧。姚伯伯，那我先走了。啊，好的。饭盒拿到了吗？我爸这几天得了重感冒，身体不太舒服，所以想请几天假。你们可以帮我把这张假条给院长吗？没问题啊，哥哥吧。谢谢严叔叔。没事。这些是我做的笔记。首案发生在1991年5月18号下午4点，受害人叫韩秀，女，24岁，案发地点棉纺厂家属院。受害人体内发现了麻醉剂和激素类药，现场没有遗留任何指纹、毛屑、足迹、皮屑等线索。尸体也没有被性侵，没有目击证人，当时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会是一起连环杀人案的开头。警方最开始倾向于是情杀，排查大量人员之后，没有任何线索。3年之后，第2起案件的受害人吴芳芳出现了。当天晚上11点，凶手尾随吴芳芳到达了集装厂单人宿舍，并用钝器袭击其颅脑。凶手改变了作案手法？没有。现场发现了残留的麻醉剂，还有玻璃瓶碎片，打斗的痕迹非常明显。凶手应该是想麻醉吴芳芳的过程中，遭到了吴芳芳的激烈抵抗，打晕之后，并用电话线把受害者捆绑了，之后割腕将其杀害。凶手走的时候带走了屋里全部的贵重物品，而且当时案发的辖区属于另外一个分局。管辖的民警根据现场情况，认定这是一起由入室盗窃引起的激情杀人，所以并没有跟之前的案件进行并案。凶手虽然被迫改变了作案手法，但是他的作案特征没有变。他依然还是会每次拿一个闹钟，在受害者昏迷的时候，把闹钟放在受害者面前，并把表盘的一面朝向受害者，行凶之后再拿走。所以才会留下这个方块的痕迹。1998年，第3起、第4起案件同时发生，中间只间隔了1天，但是距离上一起案件已经隔了4年。之后市里就成立了专案组，我师傅当时就是专案组的实际负责人，也是他当时提出了把这4起案件并案调查的想法。海州案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才宣布正式开始调查。2000年9月份，第5起。为什么是麻醉剂和激素药？听说过注射死刑吗？凶手应该是在模仿注射死刑。闹钟是为什么？闹钟的就是变态的爱好。凶手在折磨受害者。
少量的麻醉剂，大量的激松药，让受害者保持清醒。为什么脑中充斥受害者？凶手想让受害者看着闹钟，看着时间，一点一点死去，是吧？所以，他走的时候，很痛苦，对吧？啊？老师去给你买鱼啊，老爷做的那种。等我回来。我去洗把脸。服下去之后啊，你会反应迟钝，记忆力下降。要想真正的治愈啊，最好的办法就是面对创伤。受害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？没什么联系，但是共同特征有一个，都是20到35岁之间，面容姣好的青年女性。不是我们就没有其他线索可以查下去吗？有一点。凶手当时用你们家楼下的公用电话打过电话报过警，那上面有他的指纹，但是那个人应该是右手有严重的烧伤，指纹是残缺的。他为什么要报警啊？凶手是一个心思缜密的人，犯罪现场都没有留下指纹，为什么会在公共电话上留下指纹呢？挑衅，他就是要一个仪式感，他就是要告诉我们。是他赢了。有没有关于那个电话的线索？我想看一下，我觉得那条线索肯定可以查下去。说实话，我不想让你碰这个案子。为什么？我不想让你以后过得像我一样。